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男性的话题。那么说起男性啊，咱们都会想到两个字，叫做肾气啊。我们身边啊会有很多的这些男同志啊，他其实他的面相啊看起来就是很粗犷，骨架子啊也非常的大，而且身体当中啊体毛它也会比一般人啊要浓密得多。这个代表着什么呢？就代表着他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荷尔蒙分泌的水平，以及他的睾酮激素分泌的水平会比普通人要高的很多。所以呢，他们一般啊骨架子大。这个腿又粗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粗犷。那么用中医的一句话来讲的话，叫什么？叫做肾气非常的充足。那么随着咱们的年纪的一个增长一般来说到了35岁以后我们的肾气就会进入到一个持续衰退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不论你的肾气是否充足，我们都要做好一个预防，就是减少肾气的衰退，同时做好一些适当的锻炼，还可以有助于增加我们的肾气，让我们的身体维持在一个比较强健的状态。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个男性的荷尔蒙帮助我们促进我们的睾酮分泌。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快速的去运动我们的大腿。我给大家来做一做，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好，那么首先呢，咱们要把腿分开这个腿分开的距离要比我们的肩膀稍微宽一些。脚尖呢要去朝着正前方。好，这个时候咱们要去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深蹲1/3的动作就是蹲一半起来，蹲一半起来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说我们在蹲起的时候千万不要慢慢的蹲，慢慢的起我们要做的是促进睾酮分泌以及促进咱们男性荷尔蒙。那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慢蹲快起具体给大家示范一下蹲，大概腿蹲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可以了蹲到一半，好，快速的站起，好，再来蹲，快速站起，好，再来起起起，大家能不能看到？就是起来的速度会非常的快，然后蹲下去的速度会相对而言慢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肌肉在受到这种刺激的时候，快速收缩的时候，它就可以刺激到咱们的睾酮分泌，以及刺激到咱们的一个荷尔蒙分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说慢慢的蹲下，让肌肉充分的刺激，然后呢再快速的站起。这样的话，肌肉受到的刺激它越大，那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它这个激素的水平就越好。那么同时，为什么咱们不做全部蹲呢？就是全部蹲下去，像深蹲一样的呢？因为很多朋友他这个到了40岁以后他的膝盖属于一个衰退的水平，所以说咱们去做的时候就要去做一个半蹲。半蹲的时候去做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的保护膝盖稳定我们的膝关节，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希望大家每天能坚持去做一个60个到80个，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关系，循序渐进，我们从30个起步开始做，大腿发酸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深蹲被誉为运动之王，对于男女老少的身体都能带来很好的作用，所以说男女老少都应该做这个动作。这个深蹲呢，经过科学的研究他发现这个深蹲的时候可以去刺激咱们男性的这种睾酮素的分泌，也就是说我们的男性荷尔蒙以及女性的雌激素的分泌，这两项激素都是我们健康上面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我们人随着年纪的一个衰老，特别是中老年人无论是男性的这个雄激素或者女性的这个雌激素都会进行一个下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去练一练深蹲可以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但是这里大伟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深蹲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适合去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深蹲它对于你的整个膝关节或者我们的腰部它这个核心肌群它是有相当高的要求的。如果你做的时候你的动作没有达标，或者你之前也没有运动的基础，你就听人讲盲目就跟风去练了，那这个时候很可能你的腰椎和你的膝关节都在无形当中被这个深蹲造成了一些损伤，而这些关节当中的损伤往往来说是不可逆的。那么今天呢，大伟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来源于美式的这个哈克深蹲哈克深蹲可能大家不知道就在健身房里面有一种这个仪器就是哈克深蹲架。那这个架子呢，它可以很好的固定住咱们的一个关节，让我们的关节进行一个更好的发力。它是来自于这个动作的一个改编对于我们中老年人群来说的话是非常的友好，既能达到深蹲的效果，促进咱们的睾酮分泌，
同时呢，在此之上啊，又保证了我们的膝关节没有更多的压力，以及我们的腰椎上面减少了压力啊，让我们的运动啊变得又安全又有效。好了，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咱们先找到一面墙啊，那这面墙呢，咱们把手啊就是正常的放上去，然后呢，你人和墙之间的距离啊，大概一个手臂这样的一个距离。咱们讲啊，这个动作啊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人啊变成一个弹簧。什么意思呢？你看啊，我先把身体啊靠在这个墙上，整个人啊呈一个倾斜的角度，然后我去往下去蹲。你看，蹲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咱们的这个髋关节啊曲了，然后呢，我们的膝关节也曲折了，然后我们的脚啊也曲折了，是一个整个人去屈曲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起来的时候，你看啊。我们要把脚尖给踮起来啊，像踮脚把它踮起来，踮起来以后啊，腿伸直，整个人啊是有一点倾向于重心啊压在墙上的。为什么要压在墙上呢？因为你在压在墙上的时候，我们这个力量啊全部在往墙上去走，这个时候呢就保证了我们的膝关节和腰椎不会承担过多的力量，而导致了我们膝关节和腰椎的损伤。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完整怎么去做啊，靠在墙上。然后蹲下来以后，像个弹簧一样弹起，起身，然后身子往墙上去贴啊，然后再来1，好，2、3、4啊，记住你的这个脚啊一定要踮起来啊，和大腿一起伸直。5、6啊，你每天啊去把这个动作去做一个50下或者100下。做完以后啊，它的效果啊跟深蹲一样，但是呢，它能保证了你的这个腰椎和我们的膝关节啊，它不受伤，同时呢，它还能让你更加安全，因为我们整个人啊是依托于我们这个墙上的，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力量啊，去让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关节啊受到一些损伤。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身边啊有一些中老年人，平常喜欢练深蹲，但是做的又不对，你就把这个动作分享给他。让大家一起练起来。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要教大家一个比传统深蹲更好的动作，叫做通背深蹲。可以说这个通背深蹲啊，它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的好。传统深蹲有的优点啊，它都有。那么传统深蹲没有的优点呢，它也有。打个比方来说啊，传统深蹲我们都知道啊，练习我们的大腿，练习我们的臀部，可以强我们的腿部力量啊，增强我们的一个肾气，促进我们男同志的一个睾酮分泌。那这些啊，我们通背深蹲都有。那么通背深蹲有的呢，传统深蹲没有啊。比如说我们通背深蹲还可以强化我们整个背部，提升我们整个背部的力量啊，去让我们的整个脊柱关节啊打开，变得笔直。这些呢，深蹲就达不到，而我们的通背深蹲啊，就非常的全面啊，全都能做到。好了，我们也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保证你会喜欢。这个动作啊也非常的简单，咱们的上身啊采用3点式的固定。什么叫做3点式的固定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的一只手啊，大家看啊，看摸着我们对侧的肩膀，另一只手呢也搭在对侧的肩膀，你看。你把这个动作啊，只要一旦的摆起来了以后啊，我们注意啊，只要把这个动作摆起来了啊，你的整个后背啊就完全的被固定住了，而且啊是强迫性的让你的整个脊柱啊变得笔直啊。不信啊，大家来跟我做一下啊，我们手一摆，摆好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这个头啊，你看，不是手摆好了以后，它会把我们的头往前这样去压，对吧？所以我们头啊要做一个什么呢？要做一个主动的啊，头往后往上去仰这样一个动作，形成一个力量的对抗。你看这样是不是强化到我们的颈椎？所以呢，它叫3点式固定。你看2个手啊固定在我们的肩膀上面，头和我们的交叉点啊进行一个固定啊，形成一个什么呢？侧面来看啊，形成一个我们的整个胸腔。背全部打开啊，这是我们上半身的一个姿势。好，我们再看下半身的姿势啊，有别于我们传统深蹲啊。传统深蹲呢，一般是什么呢？这个脚尖朝前啊，这个开的一个距离啊，也是不是很宽的啊。我们这个呢是什么呢？属于一个这个腿啊，看往外打开，脚尖向两侧啊，蹲起，蹲起。
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可以很好的强化我们的一个腹部，让我们的腹部内收。同时在蹲起的时候呢，你看膝盖的一个角度啊，非常的好，对于我们的膝盖的一个压力来说啊，会减少不少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好啊，3点式固定上身。头往上看，往前看啊，要感觉颈椎啊时刻在用力啊，腰背、胸颈啊，这个全部打开啊，这个背啊，感觉这个肌肉绷得紧紧的。动作保持好，腿往下，好，就这样。你会发现越往下蹲啊，我们的背部受的力量就越强。来，2啊，来3，好，4、5。6，好，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做完你就会发现啊，慢慢的整个脊柱啊就有一种完全被打开的感觉。然后做完以后，你去活动一下肩颈后背，非常的舒服。同时腿部你也锻炼到了，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全面的啊锻炼我们全身的一个动作。可以说深蹲有的它都有，深蹲没有的它也有。大家不妨每天啊练起来。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就是一组啊20个，一天啊做上3到4组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就是叫做深蹲。那深蹲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出名，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啊能实实在在的带来很好的改善。那其实男性啊去多练点深蹲，一个可以去增加我们的筋骨，第二个增加咱们的肾气，让我们的阳气啊更加充足。第三个啊可以去改善咱们这个下肢疲软，还有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些问题。那女性练深蹲呢，可以帮助咱们啊塑造咱们更好的一个臀型，以及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盆腔里面的一些代谢，让我们盆腔里面的一些杂质啊可以代谢出去，远离很多的妇科问题。那么深蹲这个动作啊，其实讲起来简单，但是咱们做起来一定要把细节做好，不然这个深蹲啊，其实它还是有一定危害的。比方说，如果你做的不到位，那么你的这个膝盖啊极有可能造成损伤，以及你的腰椎啊，因为过重的一个身体的负荷，那么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今天啊，咱们就把这个细节啊给讲清楚，大家没事啊多练点深蹲啊，每天都可以做，让我们的身体啊变得更加健康。好，我们看下动作怎么去做。那首先起始的姿势啊，就是咱们的双脚啊要和肩膀同宽啊。然后呢，刚开始啊，咱们讲啊一个重点，就是咱们刚刚讲的膝关节啊，千万不要往前一蹲。很多人做深蹲，因为他没有过一些这个力量的支撑，所以他会做成这样啊，这样去蹲。大家注意看，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重量全部会压在咱们的这个膝盖上面，也就是说，我们在蹲下来的时候啊，这个膝盖啊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力量。本来这个力量呢该我们的脚踝承受，结果被膝盖承受了，久而久之，膝盖就造成了磨损。第二个就是咱们蹲下来的时候啊，这个腰啊，它会往前弓啊，往前弓。那么这个时候呢，腰椎也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力量，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去避免，否则这个动作啊就变成了伤害你身体的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怎么去做。首先我们讲一下练习式啊，就是在咱们这个身后啊，我们可以去放一个小板凳，比方这个小推车啊，就是咱们的一个小板凳。咱们坐啊，就想象咱们怎么去做呢？咱们要往下坐，对吧？坐到这个小推车上面啊，咱们就往后这么一坐啊。坐的时候呢，咱们要不要坐实？就虚虚的屁股啊，虚碰在上面，然后再慢慢的起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其实你就完成了一个深蹲。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看，比如我坐在这个小推车上面，我的膝盖和脚尖啊，它是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构位置。啊，所以说在这样做的时候呢，它就不会伤及咱们的膝盖啊。咱们就刚开始啊，拿个板凳在后面，就轻轻的虚坐在上面，然后起来，然后再来虚坐在上面，起来，再来继续虚坐在上面。慢慢的，你练习的次数多了以后啊，咱们就把这个小推车啊给拿走，啊，拿走了以后呢，咱们就开始啊，来蹲，好起，好，正面演示一下啊，蹲，起，还有一个侧面演示一下啊，蹲。好起，注意蹲的时候啊，这个腰千万不要去弓起来啊，咱们这个腰部啊一定要保持直立啊，起身，好起，就这样的一个很慢的频率去做，千万不要做得很快，就是快速下降，快速起来，快速下降，快速起来，在这样的这个动作当中啊，非常容易啊损伤咱们的一个膝盖以及腰部，所以我们要慢慢的下去，好蹲住，慢慢的起来，啊，再来慢慢的下去，慢慢的起来。在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这个核心要收紧，这个脚尖和膝盖的方向啊要处于一致的，千万不能这个脚尖啊往外打开，膝盖往内扣，啊变成这样蹲起，
啊，蹲往里面去夹，这个呢动作就做的不到位了。深蹲这个动作啊，我建议大家每天啊做个3到4组，然后每一组呢做一个20个到50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一个能接受的一个强度而定。比方说我身体很弱，那我们刚开始啊就建议大家做20个为一组。那如果我的身体啊很强健，也有一定运动的基础，那我建议大家就是50个起步，甚至啊咱们可以在肩膀上面做一些小的负重啊，增加腿部的力量。总之，深蹲这个动作很好啊，咱们经常练一练啊，身体啊就会变得更加健康。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啊，大家也可以把我的视频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更多的人啊一起健起身啊，让我们把健康传播得更远。那大家关注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腿部实在是太重要了。有一句古话是这么形容的，叫做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衰。这个腿部啊，占有全身肌肉总量的60%的肌肉占比，腿部非常重要。如果你开始感觉到这个腿部变沉了、变重了，走路如同灌铅，这就说明呢，你这60%的肌肉开始怎么样？慢慢的变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介入锻炼，把这个肌肉啊重新的变强。那么怎么去锻炼我们的腿部呢？当之无愧的就是一个动作，叫做深蹲。深蹲这个动作啊，它并不是说你人人都能练的，因为你要去掌握正确的深蹲姿势，咱们才能正确的去做深蹲，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膝部、我们的腰部在一个很好的受力范围之内。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深蹲的最基本的，就是如何正确的掌握好深蹲的节奏。你只要掌握好深蹲的节奏，每天去练习一个20下到50下这个区间，根据自己的能力状态而定，坚持7天到10天左右，慢慢的腿上的肌肉就会越来越结实。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大家看，我在这里呢，先拿了一张小板凳作为演示。为什么要拿小板凳呢？我们刚开始练习深蹲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上来就蹲。这时候你蹲的时候，你很容易犯一种错误，是什么？很常见。你这么一蹲，你会发现我们正常蹲是垂直向下蹲，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膝部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脚尖。在这个姿势之下，我这么蹲一会儿，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膝部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尽量保证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膝部啊不要太超过脚尖，或者呢你和脚尖保持一条平行，像这样的。就是比较好的，在这个范围之下，你的膝部是一个正常的受力状态。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最好是拿一个板凳开始练习。你看，假设这是一个板凳的平面啊，因为这里没有足够的道具啊，拿这个也是，这是一个板凳的平面。我们做的时候就这样看，慢慢的先把这个身体往后坐，就想象我们坐着板凳上面一样，就这么去坐好。哎，你看这么坐好，就坐在这个板凳上面。哎，想象一下，虚着坐啊，腿上保持一点发力，然后慢慢的想起来。这么起来，好，就是起来了。这其实就是一个深蹲的发力姿势。然后慢慢的，我们手把往前伸，慢慢的去练习怎么样？臀部碰着板凳，然后呢不要碰实了，慢慢的起来。起来的时候腹部收紧，你看，来1，好，收紧，2，好，3，不同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把这个板凳撤走，看一下不同角度碰，看一下。假设后面有个板凳，就这么去碰一下。就起来，碰一下就起来，慢慢的，不要快，慢慢的。当你能感觉到我碰一下，虚着碰一下，然后再起来，这个节奏比较好。练习个10下、15下以后，我的膝盖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好，慢慢就可以把板凳撤走，就像我一样，板凳撤走，我们直接开始练。做的时候，双脚脚尖朝正前方，然后呢，我们的膝部和脚尖是同一条直线，你千万不能出现什么，看好一个错误啊，很常见的。脚尖朝外，膝盖朝内，这个做的很夸张，但是很多人是这样的。或者呢，这个膝盖朝内膝盖和脚尖不在一个方向这就不行。膝盖脚尖在同一水平面上面，然后慢慢的，你看，蹲下去以后，大腿和地面平行即可，站起来，不用完全蹲到底不用完全就这么蹲，这就不行了蹲到你看和地面平行，起来。腰部这里不要弓着，很多朋友做的时候这个腰部就弓着了不要弓，腰腹部收紧，收紧了以后来蹲，起，收紧，蹲，起，收紧就这样去慢慢的练，把这些基础的去练好了以后，这时候你就已经掌握到深蹲了。然后深蹲这个动作呢，我们刚开始新手练习的时候还可以扶着墙，
手扶着墙去慢慢的练。你也可以把你的脚慢慢的怎么样靠近墙面一些，这样的话，你只要膝盖一往前顶，就顶着墙了。假设这个是墙面，我这么一坐，膝盖顶着墙，那就知道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手扶着墙，慢慢的去练习这个姿势，这样就能把深蹲给它学会。那么当你学会深蹲、掌握深蹲以后，我们正常是20下到3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3到4组的锻炼。这样的话，你的腿部的肌肉就能得到强化，同时我们的腰和腹也能得到锻炼。深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但是在做动作的前提下，一定要把动作做规范。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一个深蹲的新手教学。希望大家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同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看，跟着练，把细节掌握好了，自己才能怎么样保护好自己。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过了40岁、50岁以后，感觉自己的腿脚越来越重，走路越来越容易疲乏，而且这个腿如同灌铅，抬也抬不起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选择一种锻炼的动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记住一句话，叫做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衰。你如果感觉腿脚开始重了，还不选择锻炼的话，后面你的腿脚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麻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锻炼动作去做起来，很好的就能加强我们腿脚的力量，让你的腿重新的灵活起来。那么什么动作适合我们自己练呢？有的朋友说深蹲，深蹲这个动作固然是好，但是你要知道，深蹲这个动作对于我们的膝对于我们的腰都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很多朋友是达不到这种运动基础的，所以去做起来反而不太好。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去锻炼腿脚的一个动作，叫做小金刚蹲。小金刚蹲来自于道家，这个动作呢可以说是深蹲有的它也有，深蹲没有的它也有。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说，深蹲你可以加负重，它呢却加不了负重。但是对于我们自己中老年人来练的话，足够了。那么现在呢，我会把这个小金刚蹲分享给大家，大家把这个小金刚蹲学会了以后，每天做上50下到100下，你自己就能感受到变化。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小金刚蹲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咱们双腿保持和肩膀一样宽，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身子站直，我们把我们的腰腹收紧，把我们的整个身体往下沉一沉，膝盖微微弯曲。好，做好这些起始的姿势以后，你看，把我们的脚尖立起来，就这样立起来，很简单，脚尖一立，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锻炼了你的大腿了。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是扶墙练习，手扶着一堵墙，慢慢的去学习屈膝、踮脚尖小金刚蹲。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看起来很简单，就刚开始就一直上，数量一直往上做到40下、50下以后，再一站起来，哎呀，发现自己的大腿怎么开始酸着、胀了。自己刚刚练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其实我们做的时候，自己就能很好的发现，你可以单手扶墙，单手放在一个腿的一侧。当我们的腿立起来了以后，自己感受一下你腿上的肌肉的变化。会紧紧绷绷的这个时候呢，你还会发现我们在做的时候，腹部也会有变化，也会变得紧紧绷绷。同时呢，你在练习小金刚蹲的时候，来侧面看一下你看这个腿会变得很稳定，因为它要保持一个稳定，而且你在踮脚的时候，所有的力量是支撑在哪里呢？支撑在我们的脚趾，脚趾也能锻炼到。不要小看脚趾，就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我们很多的平衡都是要靠脚趾。所以你在练习30下到40下以后，逐渐就会发现怎么样，腿开始酸了，越来越酸。当你感觉到腿开始酸、有发力感的时候，我们保持一个3到5下的继续练习，加强一下这个肌肉。因为整个动作，我们的膝盖是保持什么呢？没有前后这么移动的，所以呢，你在做的时候，对于你的膝盖压力是非常小，而且手扶着墙，更好的保持着我们的稳定性。当你逐渐的掌握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手不扶着墙随时这样去练习。这就是道家的小金刚蹲，练一练把自己的腿脚练得更强。好了，今天这个小金刚蹲的动作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如果学会的话，感觉动作好的，可以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同时呢，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既然学会了，那咱们就趁着春天这个时候就开始练习起来，每天50到100下，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腿脚的力量开始往上增长。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